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节目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超实用的交易工具——趋势线。趋势线能帮你快速看清市场的大方向，把那些杂乱的价格波动整理成一条有结构、有节奏的走势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把一连串的摆动高点或低点连起来，标示出价格重复回测的重要位置，帮助我们判断市场现在是在上涨、下跌还是盘整。当价格再次靠近这些关键区域时，往往也就是高胜率交易机会出现的时候。不过要记得，风险控管、清仓操作永远排第一，因为交易永远是几率游戏，没有100%会赢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来看趋势线有哪些类型，该怎么画，还有怎么在交易里用得上，让你的胜率更高。在技术分析里，趋势线大致可以分成两种：上升趋势线还有下降趋势线。先来看上升趋势线。上升趋势线是把一连串越来越高的低点连起来，画在价格的下方，当成支撑。只要股价在回荡的时候，一次、两次，甚至多次碰到这条线，又重新往上弹，就代表买盘力量还在，整体走势仍然偏多头。接着是下降趋势线。下降趋势线则是把越来越低的高点连起来，画在价格的上方，形成压力。当价格一再上攻，却在这条线附近被挡下来，往下压回，就显示卖方还是占优势，市场比较偏空，走势可能会持续往下。怎么画趋势线呢？许多交易者习惯用收盘价画线，因为收盘价更能反映当日多空力量的最终结果。一条趋势线至少需要2个触及点，第3次触碰后才算真正有效。之后若出现突破或跌破，可能预示趋势反转。要记得，趋势是一个区域，而非一条精确的直线。市场本来就充满杂讯，价格不可能每次都在同一点位精准反转。因此，把趋势线视为大致区域即可，不必期待价格每次都刚好踩在线上。在上升趋势中，趋势线就像一条向右上延伸的支撑轨道。当价格回落至这条轨道附近，观察以下信号：高低点仍一波高过一波，回测时成交量缩减，K 棒出现长下影线或由阴转阳。若符合这些条件，可视为顺势偏多区域，在此寻找买进或加码机会，并将停损设在收盘跌破趋势线下方。在下降趋势中，趋势线则是一条向右下延伸的压力轨道。当价格反弹接近这条轨道，观察以下信号：高低点仍一波低过一波，反弹时成交量放大，但无法站上趋势线，K 棒出现长上影线或由阳转阴。若符合这些条件，可视为顺势偏空区域，在此寻找做空或减码机会。当收盘有效站上趋势线时，表示空头可能失效，需重新评估方向。手动画趋势线不只花时间，每个人画出来都不一样，常常让人头痛。要连高点、低点，还得紧盯支撑和压力位，但线条总是不好抓，突破点更是容易错过。为了解决这些麻烦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实用的工具，叫做 Trendline Pivot， 这是 TradingView 上的一个指标。这个 Trendline Pivot 指标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它会自动帮你把趋势线画出来。它会连接高点枢纽，画出下降趋势线，连接低点枢纽，画出上升趋势线。这些趋势线就是市场里可能的阻力位跟支撑位，可以当做你交易的参考点。一旦这些趋势线被识别出来之后，它们会跟着价格一直延伸下去，直到发生2种情况之一。第一种是价格收盘的时候穿越了这条趋势线，第二种是趋势线到达你自己设定的最大长度。当价格收盘突破趋势线的时候，图上会出现一个打叉的标记，这就是在告诉你这个阻力或支撑被突破了。同时呢，被突破的那条趋势线会变成虚线，这样你就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哪些是还在作用的活跃趋势线，哪些已经失效了。这个指标还有个很实用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调整，包括线条的颜色、枢纽的长度、图表上要显示几条线，而且它适用于任何时间框架跟任何市场，非常灵活。要用好这个指标，关键在于调整3个参数： Pivot Length、Cross Source 和 Max Line Length。第一个关键是 Pivot Length， 这个数值决定系统怎么认定高点和低点，也就是所谓的枢纽。数值调得越小，
指标就会抓到更多细碎的转折，线会变多，反应也比较快。数值调得越大，只会保留比较明显的转折点，趋势线变少，但更干净，更有代表性。如果你是做波段，可以把 pivot length 设定大一点，只看比较关键的高低点。如果是短线或当冲，就可以把这个值调小，让线多一点，讯号更灵敏。第二个关键参数是 cross source， 它决定系统用哪个价格来判断趋势线是否真正被突破。大部分情况会用收盘价作为依据，这样可以过滤掉许多盘中假突破，讯号会更稳定。如果你想要更敏感的反应，也可以改用高低价，让指标在价格一碰到趋势线时就提早提示。简单说， cross source 就是调整你对突破的严格程度，是保守确认还是提早卡位。第三个核心参数是 max line length， 它控制每条趋势线最多能向右延伸多少根 K 棒。如果数值设太大，荧幕上会留下太多过时的线，画面会变得杂乱。调到适中范围，就能保留还有意义的结构线，自动清除太久远已不重要的线。同时，这个参数也定义了趋势线的第二种终止条件，当价格一直没突破，但时间拖太长，画到你设定的最大长度时，这条线就会自动终止，不会一路画到天荒地老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NVDA 的 Trendline Pivots 指标在图表上显示的趋势结构。首先是主要的下降趋势线，分为红色与蓝色两条。从高点区域约$210以上开始，指标绘制了两条主要下降趋势线。蓝色趋势线较陡峭的初期下跌压力线，显示快速下跌阶段；红色趋势线较平缓但持续有效的长期压力线，目前位于$204附近。这些趋势线明确显示 NVDA 自高点以来处于下降通道，当前价格已跌破蓝色陡峭压力线，目前在$182附近受到蓝色趋势线延伸的压制。从约$174区域的低点向上延伸的绿色上升支撑线，目前价格$177.72，在此支撑线上方约$3，显示关键支撑位。接下来我们看看 NVDA 目前所处的技术位置，三角收敛形态正在形成。从图表可以看到，价格现在被困在两条趋势线之间，上方是蓝色的下降压力线，下方则是绿色的上升支撑线。这两条线越靠越近，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态。这种形态通常意味着波动率正在收缩，市场正在酝酿下一波方向性的突破。而目前价格已经来到三角形的末端位置，这表示突破的时机很可能就在眼前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看 Trendline Pivots 指标在图表上标示的重要打叉标记，这些标记代表了关键的转折点。首先是右侧的红色打叉标记，位于$183.39，这是近期反弹测试失败的关键阻力转折点，价格在这里遇到明显的卖压，无法继续向上突破。再来看左下方的红色打叉标记，位于$174.64，这是指标识别出来的 pivot 低点。中间还有绿色打叉标记，这些标记出现在局部高点位置，代表价格反弹过程中遇到压力而回落的阻力转折点，帮助我们识别潜在的卖压区域。总结一下 NVDA 目前的技术状态，现在 NVDA 正处于三角形收敛的末端位置。从 Trendline Pivots 指标可以清楚看到，价格被夹在上方的蓝色下降压力线和下方的绿色上升支撑线之间，空间越来越窄，波动率持续收缩。当前价格$177.52，距离上方压力区约$5至6，距离下方绿色支撑线约$3，震荡空间已经非常有限，显示突破时机临近。短期内，我们需要重点观察两个关键价位，向上看$183至$184的压力位能否有效突破。这个位置不仅是近期红色 pivot 高点$183.39，也接近蓝色下降趋势线的压制位。向下则要留意$174至$175的支撑位会不会失守。这是绿色上升支撑线和红色 pivot 低点$174.64的重要支撑区。一旦有效跌破，将确认三角形向下突破，价格可能测试$169.55的下影线极端低点，甚至更低。这两个位置将决定 NVDA 接下来的趋势方向。建议等待明确突破信号再进场，避免在三角形末端的震荡区间被反复扫损。目前阶段更适合耐心观望，等待方向明朗后再采取行动。
Trendline Pivots 指标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趋势线和关键转折点参考，让交易决策更加客观和有依据。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趋势线这个强大的技术分析工具，从基本概念到实战应用，希望能帮助大家更有信心地做出交易决策。趋势线的核心价值在于帮我们看清市场的大方向，将复杂的价格波动简化成清晰的趋势结构。透过连接关键的摆动高点和低点，我们能识别出重要的支撑压力位，并在价格回测时寻找高胜率的交易机会。Trendline Pivots 指标更是将这个过程自动化，为我们标示出客观的趋势线和转折点，大大提升分析效率和准确性。交易是几率游戏，没有100%的胜率，但透过趋势线分析，配合严格的风险管理和清仓操作，我们可以显著提高成功几率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欢迎点赞订阅，并在留言区分享你对趋势线的看法或疑问。我们下期见，祝大家交易顺利。